1977年，美国宇航局做了一件改变太空探索历史的大事，他们将航海家1号和2号探测器送入太空，踏上了一场穿越外太阳系的漫长旅程。目的不仅是拍照留念，更是想揭开宇宙深处的神秘面纱。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2艘不知疲倦的太空信使终于在太阳风力难以触及的尽头，也就是所谓的日球层顶，发现了一道令人震惊的火墙。那里是一个温度高达3万到5万摄氏度的极热等离子体区域，简直像是宇宙边缘点燃的一道无形屏障。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炽热的区域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航海家1号和2号相隔多年却都测到了这一奇特结构。它的存在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于太阳系疆界以及太阳与银河之间复杂联系的传统看法。如果你对这段跨越几十年的太空发现之旅感兴趣，不妨继续观看这个视频，一起深入了解这背后隐藏的科学原理与未来的广阔可能。所谓日球层顶，可以把它想象成太阳影响力的最后一道门槛。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在那里，太阳风，也就是那些不断喷涌而出的高速带电粒子，逐渐失去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银河的星际介质，两个世界的交界线就此划定。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普遍以为这个边界是个干净利落的过渡区域，好像从一片蓝天走入另一片晴空，没有太多波澜，也没什么复杂的交错。直到2012年，航海家1号勇敢跨过了这个边界，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星际空间。而6年后，2018年，他的兄弟航海家2号也紧随其后完成了这项壮举，为我们提供了对比分析的绝佳机会。然而，他们所探测到的并不仅仅是太阳风的减弱，而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一段窄窄的热带地带，充满了超高温的等离子体，温度竟然飙升到3万到5万开尔文，也就是摄氏3万到5万度，几乎是太阳表面温度的5倍，堪称宇宙中的热墙。不过，要说明白的是，尽管我们称它为火墙，可它其实既不是像砖墙那样实在的结构，也没有像我们理解的火焰那样在燃烧，这是一个比我们在地球上所见所感都要陌生得多的物理现象。这个区域的粒子密度之低，简直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比地球上最先进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真空环境还要稀薄。因此在这里，温度并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以热流或炙烤的形式传导，而是以极端粒子运动的方式存在。那些微小的带电粒子虽然稀少，却以惊人的速度在飞奔，每个都像微型子弹一样携带着高能量。在这种条件下，就算空间几乎是空的，也足以形成一种温度极高、让人难以想象的状态。目前科学界认为，造成这种高温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太阳风和星际粒子在交汇区域发生了剧烈撞车，这种碰撞导致等离子体被压缩，温度骤升；二是所谓的磁重联现象，当来自太阳的磁场线与银河系的磁场线纠缠撕裂，再重新连接，就像橡皮筋断裂后猛然弹回一样，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点燃了这道隐形火墙。最令人震撼的是，这并非某种偶然的异常或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长久地守在太阳系的边缘，似乎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发现。刚开始时，科学家们还以为航海家1号的测量结果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巧合，是它在特殊时间和角度下穿越了一个局部加热区域。然而6年后，航海家2号也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不同时间测得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高温火墙现象。这2次验证直接打破了偶然的猜测，明确告诉我们，这就是太阳系边界本身的真实面貌，是一个稳固存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现象。就在科学家们还在消化火墙带来的震撼时，航海家探测器又抛出了一个更让人惊讶的发现，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与银河的关系。原来，在日球层顶之外，原本应当各走各路的星际磁场，居然与太阳系统内部的磁场方向几乎保持一致，就好像这2个本应独立的系统早已以某种方式悄悄对齐了。这项发现打破了原有模型的预测，让无数研究人员感到震撼。
因为这不仅出乎意料，还可能意味着太阳系与银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更深层次、更持久的物理联系。本来，科学家一直以为太阳系内外有别，太阳风和星际空间各自拥有不同的磁场方向，就像两条平行河流互不干扰，各自反映着自己的空间环境。然而，航海家号传回的实测数据却提示我们，情况远没有这么泾渭分明，反而可能说明太阳系与银河之间存在某种磁场上的耦合或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园太阳系可能不是一个孤立的泡泡，而是在更大宇宙之网中的一个活跃节点。过去我们总以为日球层顶就像一道静止不动的围墙，清晰地把太阳的地盘和浩瀚星际空间划分开来，就像一道栅栏，把院子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泾渭分明，风马牛不相及。但航海家探测器的实地走访打破了这个幻想，它告诉我们，这道边界并非冷冰冰、一成不变的隔离墙，而是活跃的、不断变化的宇宙交界地。实际上，这里更像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边境交火区。太阳的带电粒子与银河系的磁场和星际介质在这里迎头相撞，彼此交织，形成了一个充满湍流、能量交换不断上演的动态前线，像是两大宇宙势力正在这里博弈。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一切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这道神秘的界面就像一本刚刚揭开封面的百科全书，我们甚至还没读到目录。日球层顶里等离子体那非比寻常的加热现象，给原本看似完善的太阳边界物理模型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意味着我们之前的理解可能远远不够全面。它进一步表明，在这个区域可能正发生着一种剧烈的能量释放机制——大规模磁重联。也就是说，太阳磁场和星际磁场在这里交错纠缠，突然断裂又重新连接。这一系列动作会像点燃一颗磁能炸弹那样，爆发出超高温度的等离子体。这种磁能风暴极有可能就是导致航海家1号与2号都记录到高能粒子极热区域的幕后推手，等于是这道火墙的真正点火器。而磁场的对齐现象，则为这个谜团又添一层扑朔迷离的迷雾，让原本就不简单的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维，几乎成了一个需要重新书写的章节。科学家开始追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太阳系内部的磁场与星际磁场呈现出如此罕见的一致性？难道这是偶然，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宇宙机制在运作？其中一个解释是，太阳的磁场手臂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它可能并非在日球层顶戛然而止，而是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继续伸展，塑造着周围的星际环境，就像微风浮动着远处的帷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星际磁场本身并不是混乱无序的，它或许也有自己的规则和秩序，甚至可以主动与太阳磁场产生适应和协调，就像两个舞者在边界处开始同步跳起了一支宇宙的磁场芭蕾。这项发现还直接关系到一件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宇宙射线的入侵路径。这些来自银河深处的高能粒子如何穿透太阳的保护屏障，进入我们生活的空间，对地球甚至航天器来说都是个严肃的问题。一直以来，太阳系外围的这层日光层就像一面巨大的防辐射盾牌，它能够有效阻挡来自遥远宇宙的高能粒子，像屋顶挡雨一样保护着地球上的生命。但现在看来，这层屋顶可能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牢固稳定。如果它比原先认知的更为多孔，或者更频繁地发生能量波动，那么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内部所承受的宇宙辐射量也将随之改变。这对航空航天乃至地面生物都有重要影响。这些新发现不仅仅影响太阳系研究，更让科学家们重新审视之前用于描绘整个银河系空间天气的经典模型。我们曾以为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宇宙中的粒子运动和磁场状态，但现在看来，它们可能严重低估了边界区域的复杂性与活跃程度。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弄清楚太阳的力量是如何在这个界面与星际空间碰撞融合的，那将极大提升我们预测深空中辐射环境的能力。而这正是未来深空载人飞行任务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在没有保护的大宇宙中，每一束射线，每一粒粒子，
都是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事实证明，太阳系的边缘根本不是一条清晰明了的线，而是一片充满动能、动态变化、复杂相互作用的过渡区域。它像一条隐形的纽带，把我们的恒星太阳与整个银河系更加紧密也更加神秘地联系在一起。而这其中的奥秘，我们目前只触及了冰冷边角的一小部分。这一系列震撼性的发现，如同打开了宇宙的又一扇窗，也随之带来一连串亟待解答的科学新问题。它们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太阳系的理解，也重新划定了未来空间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任务优先级。首先也最直接的是，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它的领地在哪里结束，以及它在宇宙中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运动和呼吸。这些都已远远超出传统天文学课本上的定义。如果日球层顶远比我们原先想象的复杂动荡，而且具有剧烈的能量活动，那么它的边界可能不是固定的球体，也许像一个被风吹得不停颤动的肥皂泡，随时在拉伸、收缩、摆动，其大小与形状都必须重新建模和测算。于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开始用航海家号传回的珍贵数据，重新绘制整个日光层与银河交界地带的互动图谱。这是一次既挑战数学计算极限，又考验物理模型重构能力的大工程。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这些发现正在为未来真正进入星际空间的新一代探测器提供设计上的说明书。要穿越这片高温湍流的宇宙边界，我们的飞船必须更聪明、更强大。现在，航天器设计者不得不考虑更多极端因素，例如如何抵御3-4万度的等离子体高温，如何在磁湍流干扰下保持通信，如何避免仪器被高能粒子击穿。这些都不再是理论上的假设，而是已知将要面对的现实挑战。为此，美国宇航局正在筹备一项新的任务 IMAP 星际测绘与加速探测器。这艘现代化探测器将扛起继任者的使命，接过航海家的接力棒，深入研究日球层顶这个热闹非凡的宇宙交汇区。IMAP 搭载的一系列先进科学仪器将专门用于观测太阳风在到达日球层顶时的具体变化过程，分析它与星际介质之间的交互机制，进一步为航海家号收集的原始数据提供背景支持，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区域隐藏的复杂物理规则。而这些成果的意义远不止于太阳系本身，它们也为我们理解整个宇宙中类似恒星系统的结构与保护机制打开了新视角，影响波及整个天体物理学领域。毕竟，如果我们的太阳系外围存在这样一层火热而复杂的磁力泡，那么其他恒星周围是否也有类似的结构？它们的护盾又是否也会受到银河磁场的影响？这些都将是未来宇宙研究的重要方向。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机制，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恒星如何保护其行星免受致命宇宙辐射的侵害，也能揭示整个银河系中天体系统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能量交换网络。归根结底，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那个在人类技术上不发达的年代发出的伟大探测器航海家号。它用几十年的坚持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伟大的探索不一定要靠最先进的技术，而要靠最坚定的信念与远见。要知道，航海家号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连个人电脑都还没普及，互联网还只是设想的年代发射的。它就像一位孤独而坚定的太空旅者，至今仍在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书写着探索宇宙的英雄史诗。如今 NASA 已经开始逐步关闭部分科学仪器，以延长探测器的寿命。但幸运的是，核心系统仍被精心维护，预计还能运行到2026年，甚至更久。它依旧在默默地传送那些来自宇宙边境的最后信号，而这些信号所传达的信息，又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带来更多的问题，更深远、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太阳的力量究竟能够延伸到多远？它是不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原先想象的范围？甚至影响着我们未曾察觉的星际环境。再比如，银河系的整体结构和磁场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太阳系这个小小气泡的？我们是在银河中自由漂浮，还是早已受它支配？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重绘太阳系的地图，更可能重新定义我们人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我们到底只是过客，还是某种更大秩序的一部分？结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航海家号依然在前行。它不仅用火墙的惊人发现刷新了我们的宇宙观，也重新定义了太阳影响力的边界，为我们打开了对宇宙理解的全新篇章。那么问题来了，在那道热浪之后，在那片被磁场搅动的远方，还有什么我们尚未发现的秘密正等待被揭晓？答案或许仍在路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太空探索的真正前沿才刚刚拉开帷幕。而我们人类在这趟星际旅程中也才刚刚启程，未来就握在我们共同的双手中。